没有意外的话，我会把家里面的主力机器人换成这台。嗨，欢迎回来，我是栗子。终于啊，科沃斯的旗舰全能扫拖憋了这么久，终于推出了。而且这一推出，我直接不认识它，它就是科沃斯的旗舰全能扫拖全新作品 X2 Omni。先来整理一些亮点，包括拥有8000帕超大吸力，以前5000帕就很惊人了。然后机器本体变薄了，只有9.5公分，再加上6400毫安时大电池长续航。目前市场最强的是5mm 拖布抬升功能，也就是1.5公分，再超越自己的9mm。再来，底座压一下就可以拆出来洗，这个真的超方便，而且是连前面这块都可以拆下来，给个好评。再来，我们上热成像。没错，这次 X2 Omni 的基座也支援了55度热水洗拖布、自动烘干、自动集成、缓释银离子模组、大家敲碗的自动上下水模组、自动洗剂投入全都有，可以说是一台全能扫拖机器人该有的亮点应有尽有，规格功能真的非常漂亮的一台机器。但是实际真的有这么强吗？我们实测了才会知道。但是我想说，现在的扫拖机器人竞争真的很扯啊，功能已经多到要念1分钟了，所以我们也就不废话，既然是大改款，今天这集节目我们不会放过它，直接把所有地狱测试全部请出来，测试全程录影，结果摆在眼前，优缺点一个都不放过。但我可以直接在开场跟大家说结论，这就是目前整体最强的科沃斯全能扫拖大改款大提升。熟悉我们的观众都知道，我们很少用这样的字眼去形容产品。这次的15项测试，每个项目我们都跑了3次以上，路径甚至测了10-20次，绝对有，就是想要观察在不同组合下的表现，真的是测到天荒地老啊！测试一样很精彩，大家一定要往下看。准备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对了，扫地机器人我们也开的比较多了，然后很多人来问各种问题，所以我们直接开了一个帮你扫地机器人社团，会专注台版机器人的选购和心得上。不管你是要买、想买，还是已经买了，现在就直接扫 QR code 加入台湾扫地机器人讨论区，或是直接看资讯栏或置顶留言就有连接。现在加入再抽 Galaxy Buds 2，而且一次抽2只哦，小心意，感谢有你。这次的 X2 Omni 可以说是大改款的无误啊，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，我想把春节的重点一次都全部讲完，然后后面就不废话，直接上15项的量化测试，看结果，看表现。先看第一个升级，这次 X2 Omni 直接从圆形机身变成了方形机身，并且它虽然变成了方形，但其实长度跟圆形机器是差不多的，而宽度则缩减到了32mm，更有利于穿梭，所以是左右变窄了。变成方形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体验下来，总结有2个好处。第一，边角覆盖大幅提升。X2 Omni 在清理边角的时候，看这个画面就很清楚了，因为机器人是方形的嘛，再加上边刷，所以 X2 Omni 可以先深入墙角把脏物带出来，然后再透过吸尘口把垃圾吸走。这边简单对比一下圆形的 T20 Omni 两者的边角表现，相信我不用多说了。但有优点就有缺点，这个实测环节看画面更清楚，我们晚点会说。第二，因为方形拉长了机身嘛，所以我们把机器人翻过来看，注意看 X2 Omni 的吸尘口变长了，达到20公分，而且你可以看到2台机器人的长度是非常相近的哦。X2 Omni 单纯是因为方形设计，所以可以把吸尘口前移，不会被2个轮子挡到，而也因为这个更大的集尘口 ，X2 Omni 在弓字形，也就是来回直线清扫的效率会比圆形机种更高。我们也对比一下滚刷的长度就非常明显。第二个大提升就是科沃斯采用了全新的半固态光达，以及引入了即时 AI， 让扫地机器人的路径规划效率更高。先说前半部，什么是半固态光达？简单来说，以前这种上面凸起来的定位方案，要么是传统的 LEDs， 要么是后来更先进的 DToF。DToF 是上一代 X1 Omni 的主要亮点，好处就是效率更高，并且是打红外线，所以几乎不会受到开关灯光线影响。我们透过红外线摄影机就可以让 DToF 现形。好，这个就是目前效率最高的定位方案。不过它的问题也很明确，就是上面凸起来的这一块。所以如果要进到床底下还是柜子下面，就是会被这一块卡住。而科沃斯这次改成方形的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想把机器变薄，让它可以更容易的穿梭在柜子或是沙发下面。你看像是这个柜子 T20 Omni 连试都不用试，直接卡住。X2 Omni 进去了。X2 Omni 的高度是 9.5 公分，而 T20 则大约是 10.4 公分，缩减了1公分左右。而为了让机器变薄，科沃斯几乎把路径规划打掉重练。硬体上，他们采用了智慧驾驶蛮常用到的固态光达，一次用了2组，
并且他们在上面加上了一个可变角度的导光模组。从红外线来看，大家帮我看一下墙壁上的白光，画面上标示的这一圈就是 LiDAR 打出来的光线。可以看到这个半固态光达是不断的在往外切角度去打的，所以虽然无法像 DToF 达到360度扫描，但也可以达到大约210度的超广角。而扫拖机器人有靠右清扫的特性嘛，所以这个210度也足够机器人精准定位了。而在软体上，除了同样采用了成熟的公字形路线外，科沃斯这次也引入了新的强化学习算法，意思就是机器人本身会及时思考，不断调整最佳路线。一个简单的示范 ，X2 Omni 现在往前走，然后我丢一个拖鞋到它前面，但是离它有点距离，你看它会直接停下来，然后避开它，然后我再丢，一样会停下来，然后闪，然后避开，不会笨笨的撞上去。再来，如果我丢很近呢，它直接急刹往旁边转，像不像车子的自动防撞？所以它是不断思考调整路线的。科沃斯也有提到这个 AI 晶片达到5 TOPS 的算力，我想用在扫地机器人上应该是绰绰有余了，并且这个 AI 晶片也用在科沃斯的语音助理 OK Echo。我觉得 OK Echo 是一个大被低估的功能啊，它的语音助理是直接坐在机器里面的，所以不用额外的音箱就可以声控它。例如跟他说 OK Echo， 请吩咐出来打扫。好的，开始进行全屋边扫边拖。或是扫到一半有客人来不想扫了 ，OK Echo， 请说。回去。好的，返回基站。它就会回去了，你不用追着扫地机器人跑。或是 OK Echo， 在呢。电量还有多少？当前电量为99%，继续工作。OK Echo， 我在听。把客厅扫干净。好的，开始扫客厅一。不过我觉得在国际版上有一个小痛点，科沃斯可以思考一下，就是 OK Echo 实在跟 OK Google 太像了，有时候两个会互相误触，算是某种水土不服吧。不过说回来，如果家里有老人家 ，OK Echo 是真的非常好用的，因为你要教长辈什么时候要按什么按键，不如直接用说的。然后 Echo 今年也有更新 2.0， 可以进行多轮对话以及理解复杂的指令，所以就再观察看看今年的表现吧。有什么新的再分享上来。第三个提升 ，X2 Omni 也加入了拖布抬升的功能，并且直接超越了自己 T20 Omni 9mm 的记录，这次达到15mm， 也就是1.5公分。那拖布抬升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，就是对有地毯的家庭非常友好。先看左边是没有抬升功能的 X1 Omni， 当遇到地毯的时候，它就只能绕着地毯边缘扫。而有了抬升功能，你可以看到 X2 Omni 遇到地毯的时候，它屁股的拖布模组就会自动抬起来，然后勇敢的冲上地毯清扫，并且有15mm 的抬升空间，大概这种长度的地毯都可以轻松应付。也就是说，在不弄脏地毯的前提之下，整个家可以边扫边拖。遇到地毯的时候，就会把屁股抬高，然后纯扫不拖。然后你也可以开启自动提升吸力这个选项，冲地毯的时候，机器人却自动把吸力提高，更容易把地毯吸干净。抬升的第二个好处就是不会二次污染，简单说就是机器人扫完要回家或是要回去洗拖布的时候，它也会把屁股抬高，就不会把拖干净的地板又弄脏了。第四个提升，这次一样有胶毛复合刷以及全胶刷两种可以相容，标配是比较通用的复合刷，两个毛刷各有优缺点，没有谁好谁坏。像是复合刷的优点，因为有这个刷毛嘛，所以更容易把灰尘刮起来，像是毛毯就比较容易吸干净，然后也比较安静。缺点呢，就是比较容易缠绕头发，但其实科沃斯这个设计已经算好了，它可以让头发尽量缠在这两个地方，拿出剪刀剪一下就下来了。另外你也可以选胶刷，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缠绕头发，轻轻的往旁边一推，头发就都下来了。但是缺点也很明显，胶刷就是吵。因为它有紧密的刮地板嘛，就是会有声音。但其实最好的是，科沃斯两个版本都做了，依照你的需求去选就好。第五个提升，我们看回基站。这次的基站整个小了一圈，尺寸大家直接看画面。要做柜子的，直接拿去参考就好，记得要抓松一点，然后预留盖子打开和拿水上的高度。另外，这个盖子还是建议要盖上，因为它可以有效的降低洗拖布时的高频噪音。我们也实测，打开来最高68分贝，关起来可以降到60分贝左右。哦，对了，虽然基站变小，但清水箱一样是大号尺寸，达到4公升。污水箱则有变小一点点，变成3.5公升，但大容量就是方便，可以大大的降低换水频率。另外 ，X2 Omni 也是有内建机身水箱的，所以水一定够用，不用怕频繁回洗。另外也标配了缓释银离子模组，
预设直接装在净水箱这个抽水的位置，用完直接拆下来换新的上去就好，大概1年换一次。另外封路也是全程都抗菌，标配抗菌滤芯、抗菌集成袋。不过既然是耗材，我猜大家还是会依照预算去选，但官方的就是有抗菌的功能，大概是这样，可以确保封路跟水路都尽可能降低异味。第6个提升，这次 X2 Omni 也加入了55度热水洗拖布的功能。当机器人回家洗拖布的时候，水温却瞬间被加热到55度。我们透过红外线摄影机来看就很清楚了。我们把机器人拿出来看，可以看到拖布盘，然后里面的水都是热的，面对油污会更容易清洗干净，并且定在55度也可以避免淀粉糊化。什么意思呢？在料理上，我们俗称勾芡。温度如果再高，就从扫拖机器人变成料理机器人，它的家也会从基站瞬间变成灶台。另外，它这次也加入了新的深度和节能清洗2档可以调整。节能就是关闭热水，用常温去洗；深度就是热水洗久一点。我们实测，标准的清洗时间大约是1分43秒，深度则是2分21秒。这次洗拖布的时候也会显示进度条，让你大概知道还要洗多久。比较好玩的是，这次可以设定不要洗拖布，这个选项其实很棒，它也不是完全不洗哦。意思就是如果刚好没有水或是污水箱满了，机器人会继续清扫，不会停下来。然后自动热风烘干拖布、自动集成这种科沃斯基本操作，我就不浪费时间讲了，好吗？好啦，我还是带一下。机器人扫完之后，基站就会自动用热风把拖布烘干。App 里面有2、3、4小时3档可以选，冬天就可以烘久一点。然后基站这里还有一个抽屉，它就会自动把垃圾全部集中到这里来。自动就是整个扫完再吸走。那如果你家有养猫养狗有毛的话不用想，选智慧就对了。集成这边示范一次，你看盒子里本来都是狗毛，接着我们把它放回去，然后集成一启动，咻没了。如果家里有养猫猫狗狗，绝对是用过就回不去啊。一般家庭大约可以用2个月左右，满了你就提起来，它会自动封口，然后整个丢掉，换新的袋子就可以了。这次 X2 Omni 有调整这个集成盒的设计，有看到变窄变宽了吗？实测这个设计可以解决 X1 Omni 之前卡吸尘口的问题，给个好评。第7个提升，这次官方终于引进了自动上下水模组，除了上下水，这个模组也包含了自动洗剂投入。并且在贩售的时候，原厂就会提供评估表，让消费者评估环境是否适合。不过上下水模组的价格是不包含安装的，所以你可以自己装，自己请水电师傅装，或是付费请原厂装。不过对有 DIY 能力的人不难，就是接上水路而已。最后一个重点，第8个提升，就是基础规格整个再往上拉一圈，吸力提升到8000帕，电池来到6400毫安时。拖地部分采用的一样是大家比较喜欢的旋转擦地模组。不过从之前的180转改成了135转，官方的说法是为了增加单圈摩擦地面的时间，也有6N 下压设计。反正不管官方怎么讲，我们就直接实测魔王关这种风干好几天的酱油渍。实测也是 OK 没问题，旋转下压算是蛮成熟了，我不担心。同时 X2 Omni 这次来机身同样有水箱的设计，并且比 X1 Omni 的水箱更大，从上一代的80ml 直接加大到180ml，这也是受益于方形设计的提升之一。有水箱对于大坪数来说还是比较实用的，因为内建水箱代表着机器人在打扫的同时，它会不断出水，让拖布保持湿润，这样地板上的脏污也比较容易被软化，然后擦起来。App 里面也有3档的出水量可以调整。对了，这个水箱是内建在机身里面的，机器人回家的时候就会自动帮水箱加水，所以你完全不用管它，它会自动装满。App 里面也有回去洗拖布的频率调整，预设是10分钟，然后有15、252档可以选。好，重点讲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就上测试，直接进入测试环节。X2 Omni 在基础性能同样很漂亮啊，吸力上拥有8000帕的吸力，比 X1 Omni 最高5000帕强出了一截。但我说过很多次了，就算是5000帕，日常也都用不太到，因为还要考虑噪音。所以8000帕这种超大吸力，主要就是用在地毯，把比较深的灰尘吸出来。要不然日常使用，请选标准，或是标准往上一档就非常够用了。进入实测环节，第一关清洁力测试。我们准备了3个家里常见的打扫大魔王，分别是蛋卷的碎屑、瓜子壳以及红豆各10克，总计30克的测试物，分别代表小脏污、长形垃圾以及圆形有重量的垃圾。可以观察机器是否可以扫起来、吸起来，然后圆形就是魔王嘛，可以观察边刷会不会把红豆给弹飞。好，开始测试。
先看到对照组上一次测过的 X1 Omni， 可以看到 X1 Omni 这边的边刷明显有弹飞红豆的状况，其他瓜子碎屑基本上都有吸起来。实测原本30克的测试物，吸回来的有 26.8 克，大概是 89% 的表现。接着来看 X2 Omni， 同样开启颗粒物清扫策略。可以看到，明显改善了颗粒物弹飞的问题，连红豆这种魔王都处理得不错。最后称重达到 29.73 克，几乎全都上来了，比例达到 99.26%， 也刷新了 T20 Omni 98.9% 的记录。第二关，角落清洁测试。这次我们直接拿10克的饼干碎屑在墙角测试，我们就直接测先前表现较好的 T20 Omni。先看 T20 Omni， 这就是原型机器的弱势之处了。这边回来的只有 6.14 克，回来的量大概就是60%左右。接着看 X2 Omni， 可以看到方形的机器优点就出来了，可以直接深入墙角。我们上秤，回来的有 9.18 克，也就是回收90%的表现。不过我们有发现一个问题， X2 Omni 并不是每次都会非常靠近墙角，像是我们另一次的测试，你看画面，它就没有完全深入墙角。这次的结果就只有 7.44 克，虽然还是比 T20 Omni 的 6.14 克更好，但这明显与算法判断有关。我们这边呼吁，也期待科沃斯可以再强化边角的清扫策略，或是有靠边的积极度可以调整，让这个优势可以完全发挥。不过，因为我们手上的这台还是样机，官方有提到后续还会推出更新，最佳化 X2 Omni 角落清洁的表现，期待正式版的表现会再更稳。另外，再吹毛求疵一下，毕竟我们是做测试的，有看到就会想讲。这个集成盒的接缝处比较容易残留屑屑，需要定期清理一下。但整体来说，科沃斯这是重点宣传的边角清洁，的确就是 X2 Omni 的重点强项。第三关，扫地时间测试。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项目呢？因为方形的机器人理论上效率是比圆形低的，因为方形转弯就是没有圆形灵活。但 X2 Omni 有个优势，它的集成口变长了，所以它的直线清扫效率更高，反而有机会追回来。所以我们测试一下，在同样的环境当中 ，X1 Omni 这边是7分43秒 ，X2 Omni 这边则是只要4分21秒。所以科沃斯说效率可以提高，的确所言不假，并且这个4分21跟第一关的清洁力测试条件相同，也就是说 X2 Omni 的确是在更快的速度下达成更好的清洁回收能力。第四关，测扫加拖的时间。开灯之下 ，X1 Omni 是9分4秒 ，X2 Omni 则是8分27秒。这个就没有差很多了，因为 X2 Omni 的拖地模组并没有跟吸尘口一样变大，所以还是要走常规路线，只在洗拖布和离开回家时间的误差。不过我想提一下 ，X2 Omni 在拖地上并无法像先前的 T20 Omni 一样扭屁股擦边缘，所以拖地会有最边边一小条无法覆盖，这算是 X2 Omni 的限制之一。就看下一代科沃斯会不会调整拖布设计了。第五关，同样是扫加拖的时间，但是我们关灯。X1 Omni 是9分2秒 ，X2 Omni 一样比较快，8分2秒完成。所以 X2 Omni 的定位同样是不受开关灯影响的，甚至比开灯快了一点。这就是 LiDAR 的优势。视觉类型的扫地机器人关灯就会变全盲，而 DTOF 和这次用了半固态光达相同，都不受光线的影响。第六关，同样测扫加拖的时间，把灯打开，但是我们测 App 里面的精细模式，也就是拖地时的路径会更加密集。X1 Omni 是12分11秒，而 X2 Omni 也是比较快的，只要9分44秒。第7关，头发缠绕测试。我们这边都是给1克的头发，不要小看1克哦，1克其实已经多到不科学了。这一关除了 X1 Omni， 我们再拉 T20 Omni 进来给大家看，因为它是胶刷方案。可以看到边刷最多的是 T20 Omni， 因为它的边刷最长，而 X2 Omni 这边目测应该是最少的。但其实重点不是看会不会卡，因为一定都会卡，重点是好不好清洁。都 OK， 3台都是免螺丝就可以拆下来的设计，然后反方向一拿就下来了。滚刷部分这边先看 X2 Omni， 复合刷就是有毛刷也有胶刷，那缠绕有经过设计，会慢慢的跑到复合刷这2个位置。你只要拿出一把剪刀，然后剪开就可以取下。这次更极致的是，盖板也可以拆下来清理，所以完全不用怕毛发缠绕。另外 X2 Omni 也有胶刷，我这边拿 T20 Omni 的画面示意，胶刷的清理就很容易了，
往旁边推就整个下来，它不会缠绕。如果家里长头发比较多，那就可以考虑把 X2 Harmony 换成胶刷，但是会比较吵哦，前面有说过。第8关障碍物测试，先看老大哥 X1 Harmony， 基本上就是自由身的表现。先看开灯，这个人造扁边也有成功避开，因为 X1 除了有 DToF， 也有结构光加视觉避障，所以定位已经到了最顶。面对玩偶的时候，还是多少会碰到边边，线材也都有避开。而 X2 Harmony 这边有 LiDAR 加结构光加视觉多重组成的方案，所以你看测试充电线、电源线、宠物扁边全部过关，并且你有看到亮点吗？因为方形机身的关系，机器人可以完全插进椅子的角角里面清扫，这是会比原型更好的地方。但一切看似美好，避障还不错，对吧？接下来问题就来了 ，X2 Harmony 的避障如果发现玩偶可以被推开，它就会不断的试探玩偶，把它推开来清扫。原因是它深深记得玩偶下面还没有被打扫过啊。但另一方面，它就是会推开玩偶，不会直接绕过去。感觉科沃斯这个算法在正式出货前还可以再最佳化一下。对了 ，X2 Harmony 虽然可以开启实验室当中的宠物扁边回避选项，但是请特别注意，我们测过很多家的机器人，宠物便便是绝对有可能失误的。像是我们来骗它一下，换一个角度让扁边比较扁 ，X2 Harmony 依旧是有机会被骗到，然后直接推开的。所以现在的机器人的确可以闪避便便，但无论是各家，请不要完全相信。专门提一个科沃斯方形设计的弱项，就是大家帮我注意看基座旁边这个死角，因为 X2 Harmony 的边刷在右边，我圈起来的这个位置，所以一旦缝隙是在左边，那它左侧就无法深入清扫。你可以看 X2 Harmony 有想尽办法深入去转，但无奈空间过小，还是会产生一个小三角形的死角。我觉得或许科沃斯可以研究遇到这种状况，是否可以再进去尽可能吸，或是未来再加上左边边刷，但也等于 LiDAR 也是要左边再配一组。第9关避障，我们关灯再测一次。边边、电源线都有成功过关，但是注意看，因为光达只有大约210度的范围嘛，所以在关灯、视觉也看不到的状况下，没有光达的那一边在绕玩偶的时候，就会碰到推着玩偶。不过因为它是绕着转，所以至少不会卷进去。但这也是科沃斯后续更新要再最佳化的地方。第10关噪音测试，我们说过，只管犀利，不管噪音的设计都是耍流氓。这边直接上表格。X2 Harmony 在安静模式下是59分贝，会比 X1 Harmony 的56分贝再高一点，但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。开到最高则是会达到70分贝，还是建议出门放着小再选到这么强，要不然其实声音不小啊。但可以看到5000帕的 X1 Harmony 和8000帕的 X2 Harmony 最高都是70分贝，代表科沃斯说这次有在强化降噪设计也是真的。第11关续航，我们新版的机器人测试都统一标准。同样的空间连续清扫 ，X1 Harmony 在同样的环境下可以连续扫加拖15次，而 X2 Harmony 在更长可以扫拖18次。这个表现就是大频数都非常够用的意思了。充电测试 ，X1 Harmony 从15%开始充电，大约耗时6个小时充满 ，X2 Harmony 就提升有感了，实测只要3小时48分就能充满，明显提升。第12关拖布清洁测试，我们就直接魔王关就好。我们把拖布泡在酱油加酱油膏的污水当中，这是 before 原本干净的拖布，接着是 after 脏掉的拖布，接着我们让机器人用55度的热水清洗，结果出炉，大家都直接看画面。科沃斯的洗拖布我是比较不担心的。第13关基站集成测试，我们一样30克的混合杂物，加上塞半满的狗毛吸尘。可以看到 X1 Harmony 这边先前有说过，因为风道问题会有残留，而 X2 Harmony 有调整风道设计，所以几乎都吸起来了，差异应该很明显。但吹毛求疵的话，就是饼干屑因为稍微黏黏的，有一点残留。第14关地毯，开始测试。首先是短毛地毯，这个稳稳妥妥，一定 OK 的。接着是中长毛地毯 ，OK。然后你可以看到拖布抬升成功启动，所以它会把屁股抬起来，然后上地毯。好玩的是，这次它会先让地毯边缘一圈，然后再扫中间，强化地毯边缘的清洁。接着测长毛地毯，
它辨识到了是长毛的，它就不会印上去，只会在地毯的边缘绕。最后一关，第15关乐杖测试。X2 Harmony 标示的是22mm， 也就是2.2公分，比以往的2公分再好了一点。实测1公分的坎 ，OK， 2公分也很轻松，没问题，闯关成功。并且这边注意，我们是直接测拖布模式下的乐杖哦。另外，如果大家家里的门槛比较高，我会建议直接买扫地机器人专用的门槛辅助垫，就像无障碍斜坡一样，让它们更轻松的穿梭。好，15项测试结束。整体来说 ，X2 Harmony 在清洁力上的表现真的就是自家目前最顶，然后清洁效率也没有因为是方形设计而有所下降，反而透过更大的吸尘开口加强效率，反超圆形代表的 X1 Harmony， 等于是用更短的时间扫得更干净。壁障的部分表现不足，不过在边角的策略上，我觉得还有最佳化空间，像是太窄的缝隙，最左侧会留下三角形的死角。另外就是方形大幅提升了扫地时候的边角覆盖，但拖地会离边缘一点点，这也是 X2 Harmony 的限制之一。不过整体来说，真正的弱点就是拖布离墙最像，其他包括了基站洗拖布、拖地干净度、解决了边刷喷飞问题、回收率比自家目前最强的 T20 Harmony 更好，然后解决了 X1 Harmony 的集成风道问题等等，都是有感提升。最后的时间带大家看一下 App 的功能细节。X2 Harmony 这次在地图功能上有单楼层和多楼层可以选，单楼层就是记忆一张，不用怕辨识失败。而如果你会搬来搬去，那就选多楼层，最多可以记忆3张地图。因为也有快速建立地图的功能，速度还是非常快的。这里同样提醒大家，第一次建图的时候，家里要稍微整理，地板不要有一堆障碍物，然后把门打开，地图准确度才会高哦。然后第一次清扫会比较慢是正常的，因为它正在疯狂探索。在地图建立完成之后，你就可以在地图上加上虚拟边界、分割空间或是合并空间，然后你可以帮每个房间命名，之后就可以说 OK 口去客厅清扫或去厨房清扫等等。然后因为有拖布抬升的功能嘛，所以你可以选择纯扫、纯拖，或是边扫边拖，甚至先扫后拖也 OK。也可以客制化，房间扫1次，客厅扫2次，厨房只拖不扫等等等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在这里开启 AI 模式，打开来之后，系统就会自动辨识这个空间是哪里，脏不脏，然后自动调整吸力、水量，甚至清扫次数。最后是基站这个选单，你可以手动集成、开始或结束烘干，手动清洗拖布或是自清洁，也就是基站会把底座注满水，然后你可以用刷子稍微刷一下，机器就会自动把水给吸走。但不用这么麻烦啦。X2 Harmony 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把底盘整个拿出来洗，这样不是简单干净多了吗？给个大大的好评。好，节目也来到了尾声。这次科沃斯 X2 Harmony 就是台旗舰大改款的机器，改善了很多问题，像是解决了弹飞、加入拖布抬升、55度热水洗净，改善了边角清扫覆盖率，加入即时 AI 路径规划，更小的基站可以拆卸清洗的底座，更强的吸力、更强的续航、更短的充电时间，几乎是全面都有提升。但有亮点也有遗憾，像是避障逻辑以及死角、拖布离墙都还有最佳化空间。不过整体来说 ，X2 Harmony 就是目前科沃斯全系列最强的一台机器，服务也是直接拉满给到2年保固。上下水模组这次也有引进，就看大家的预算和家中的环境去选择即可了。好了，本节节目就先到这里，这集我们也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中测试最多的内容。如果还有任何问题，都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